一半讲不听，叫他不要，他偏要。要用微波炉，一定要跟我讲。有一次呢，我们家就这样嘣，微波炉的门炸开来了，就一看就是5颗蛋，我就想说你再听不进去啊。他买了电动滑板车，我就跟他讲，骑脚踏车接你儿子回来呢，然后我儿子就过来说，我们刚跟妈妈摔车了，妈妈骑电动滑板车去接我，受伤了，有受伤，他跟我说他犯太岁，太看花了，你这个。李欣放闪秀恩爱，梁鹤群却大泼冷水。我突然觉得我 iPad 不太好用了，怎么点这里出来那里？吃完饭之后，我老公就说我去楼下运动一下，因为他去健身房跑个步。哎，没过多久，哎，我说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我老公拎了一袋，那这个给你，一台新的 iPad， 那个幸福感一下子就爆棚了。会不会是尾牙抽到的？没有到尾牙，你怎么这种心态去揣测？欢迎收看《女王大人》。大家好，晚安。气！陈哥，我现在真的气！怎么了？最近我们家不是在装潢吗？今天地板师傅要来施工了，刚好撞到录影，所以我请老公来监工。一早出门的时候，我就千叮咛万交代的说，因为地板材料很贵，核对的时候一定要确认 OK， 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讲3次。印尼老木。我怀疑你在骂老公，但是我没有证据。哎，反正我都讲3遍了，我想说老公应该有听进去吧？刚刚就刚才哦，地板师傅打电话给我说。地板现在没办法施工哦，因为你老公坚持说你们家买的是印尼神木，但师傅说他们家只有老木没有神木。哇！哎，这代表什么？代表什么？代表我讲话，老公没有在听嘛。今天呢，你也不孤单哦，因为我们特别邀请到了4位跟你一样严重的怀疑另一半有听力障碍的来宾来到现场，欢迎他们出场。介绍第一位梁鹤群。哎呀，小梁哥啊！哎呦！欢迎好久不见的佩佩。接下来是夫妻档沈世鹏。欢迎世鹏哥。欢迎肤白貌美大长腿李欣。欢迎4位。欢迎。对他们今天来数落他们的另一半，事实上你说他们本人没问题吗？你谁说？难道你老公说的话你都记得吗？对，不一定吧？我不敢保证，对不对？不敢保证。第一个环节就是气，可不可以不要再把我话当耳边风？哦。厨房大爆炸，哇，好严重，很可怕。天哪！我觉得我老公耳朵有问题到真的有爆炸吗？爆炸了，微波炉爆炸。有时候我老公耳朵有问题到，我就想说，我是不是眼睛有问题才会嫁给他？是，就一个有眼睛有问题，一个耳朵有问题，就觉得还蛮配的，互相扶持哎，对，好感人的故事。没有错啊，那为什么喜宴上会有龙虾？一个要装龙，一个要装虾呀。对，婚姻的真谛就在这了。喜宴的桌上一定有龙虾，对，一定有啊。是真的是这个典故啊，一个装龙，一个装虾，对。啊，因为我开婚纱店的，我都要跟每个新人讲这个故事。就说你们以后就一个装龙，一个装虾，这个就是婚姻的生存之道了。对，婚姻的真谛。就是我老公啊，我之前就跟他说了，因为我婆家是那种很传统的家族，就是都是我婆婆煮3餐，男生都不用进厨房那一种，所以我就跟他说，微波炉这种东西很麻烦，你看有时候是金属不能放进去，然后包装有时候是要拆开，有壳的东西你要小心，反正就一堆规则，我就跟你说，总之你要使用，你就是跟我讲，我去帮你用。然后有一次呢，我们家就这样。砰！就这个黑烟，我们在客厅看电视，是真的爆炸的声音吗？对，这个砰一声好大声，然后我们就跑去厨房看，就看到那个微波炉里面冒黑烟，然后微波炉的门炸开来了，就一看就是5颗蛋。哦，蛋不能。对，5颗的白煮蛋。光是清理就清理很久，我就想说，哦，好险还没有人伤亡，没有人在厨房，对，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说了，你以后要用微波炉，一定要跟我讲，因为有很多的一些规则，现在跟你讲，你到时候一定也会忘记。你当时也是这么甜美的刚刚提醒的吗？没有，分倍起码大10倍。对啊，他刚刚好严好，对啊，感觉情绪好稳定。对啊，一开始的时候还在惊吓中，就会觉得说，可能。跟他讲第1次的时候，他应该就可以听得进去，所以情绪还没有反应这么大。但没想到第2次的时候，他就想说，不能把熟的蛋嘛，又有蛋壳放进去微波，那生蛋应该可以吧？
然后就把生蛋拿进去微波炉他里面。一次已经够了，他还同样弄2次。生的蛋，对不是他微波生蛋干嘛呀？他就想要把它弄熟变成啊。水煮蛋。哇，这是个聪明的老公。微波。但是如果我在他会爆以前先关掉呢？不行啦，他比如说我认为他1分半会爆，那我1分15秒起来。我觉得你可以回家试验看看哎。对呀，你怎么知道他1分半会爆，15秒不会爆呢？你刚刚那个表情，伤害性不强，侮辱性极高。谁要试这个啊？很危险的，而且重点是生蛋很麻烦，因为你知道生蛋它有非常多的细菌，我就是对生蛋有恐惧症的那一种，他偏偏把我用的这个爆炸这个厨房都是生蛋，然后蛋白是透明的，生蛋的蛋白透明的嘛，然后。走路走一走，有一个地方没清理到，我还这样滑了一下。我想说，好险，我手上没有拿菜刀，就是我走路走一走，拿着菜刀滑倒，其实很危险哎。对，走着走着你就走了。对啊，就不小心对老公就受伤了，没有啦。原来可以这样设计哦，就觉得说我奇怪，我讲话你怎么都放在心里了。对，我就想说你再听不进去啊，你耳朵在硬啊。是第2次我就没有那么好声好气了。但我老公还是笑嘻嘻的说：“哎，原来这样会爆炸啊！哎，原来不是鸡蛋。”对，所以就觉得男人真的好可怕，就已经跟他讲了。有人真的不知道了。对，谁会知道鸡蛋会爆炸？一般人不知道啊，我们家小朋友都知道。可能他是某种生活上的白痴吧？对，厨房各种料理的，他就没有用过，他就不晓得。这个老公很特别，这个老公讲的。跟梁克群好像，没有，不会。他就是个嘴硬的，他不见得耳背，但一定嘴硬。请各位收起你嬉笑怒骂的一个嘴脸。我们现在要讲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故事。那我太太呢，她是一个急惊风，我是慢郎中。我们之前这个主题我们有讲过啊。那太太是怎么样？她平常比如说她很专心要找一个店啊，她就会一直往前走。那我就搓着小孩，然后拎着大包小包跟在后面一直跟，走慢一点那一种的。然后有一次呢，我就记得说，我好像我去买车票，然后我太太说要上厕所，她就带小孩去上厕所。我买东西回来，看到我的小孩拿着皮箱站在女厕的门口。我赶快3步并2步过去，就说：“你怎么会站这边？那你妈妈呢？”他说：“妈妈进去厕所，叫我拿着行李箱在门口等。”后我老婆一出来，我就不行了，我就跟她讲说：“你千万不要这样。”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大概4、5岁吧。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你要进去你也把他带进去。对。然后有一次呢，我忘了是一个什么连假。然后那天我要录影，我没有办法去。那我老婆呢就逮到这个机会，她就说她要带小孩去东京。那我们其实东京这个路线我们已经去过好几次了。我们每次去呢，我们就是住在新宿的歌舞伎町街后面有一个哥吉拉的饭店。那为什么要住在那里呢？因为去过的人都知道，那个饭店离那个新宿车站、新宿东口大概走10分钟而已，非常方便。那我也跟老婆也讲，跟小孩也讲，你不管去哪里，你就是拉着妈妈。可能妈妈提大包小包在那边购物，你就一定要拉着妈妈。知不知道？知道，好去。然后呢，我还记得那一天他们去的第2天还是第3天，他们是去排那个迪士尼的行程。然后我老婆就是一定要玩到那种晚上9点半放完烟火，里面所有的人都同一时间往外面走。走。但问题点不是在这，问题点是在于他们都已经到饭店了哦，在饭店的楼下，他们想说肚子饿，饭店楼下刚好有一个那个卖章鱼烧的那个什么 Intaco 很有名，他们就进去吃章鱼烧，吃完了，我老婆去付账，转头回来，小孩不见了。可是就在店里而已，就在店里。然后那天晚我真的发软，我6神无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你冷静下来，你赶快附近去找一找。那小孩他也不懂，他也不会跑很远。然后我就一直安慰他，然后老婆又哭又急，这样一直弄。然后过了大概40分钟以后，他说找到了。在哪里？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很夸张。他说呢，因为他就一直站在那个店门口，他不敢走，因为他怕他走了，万一小朋友回来看不到他怎么办？然后呢，后来有一对日本的情侣走过来，
那我老婆有认出来说，因为他们就坐在那吃章鱼烧隔壁桌有一对日本情侣，然后他就跟那日本的情侣讲说，拜托你们可不可以站在店门口？如果有看到小孩的话，麻烦打电话给我。然后我老婆才敢去旁边的地方去找。然后呢，他就开始找了半个小时以后，终于发现小孩是在饭店的 lobby。他自己走回去了。对，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跑来这里？”他说：“因为他妈妈去结账嘛，他就看到了一个人很像是妈妈，他就跟着那个人走了。哎呦，好危险哦！走到外面才发现说那个人不是妈妈，然后他就慌了，那小朋友也慌了。那小朋友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啊，妈妈会不会回饭店了？”哎呦，所以他就3步并2步，他也得记得从那走过来的，还好没有很远，然后他就走回饭店了，真厉害。整个过程是这样，这是人才。可是中间只要有一点差错，他就走丢了耶。没有错，而且是在那样的一个人来人往的一个地方，很可怕哦。对。还有日本不是别的国家了，别的国家你知道，这很多东西会失去的。对啊，很多那社会新闻有啊。就去厕所了，那个男的就变女的啦，他给你戴假发，然后换成裙子，他就又带出来啦。小孩很大的一个人上厕所还是要看着哦。你讲的好像你从来没有把小孩弄丢过，对吧？哦，这个倒还没有，因为我出去我都一直抓着他。OK， 你可以问世鹏哥，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在泰国同一天同一个水上乐园见面，相遇了，巧遇吗？巧遇，太巧了。然后因为小朋友去滑水道嘛，那然后我就一直陪着他走上去，他滑，然后我又赶快走下来，又要去接他，然后我又走上去，然后等他不滑，你为什么不滑下去就好了？没有，那有的是一个人的啊，你滑下去有等他下来接啊。没有，我不想要那个整个旅程中受到那么多的惊吓，因为那个滑水道那是很恐怖的。然后就当我这样跑了不知道几趟的时候，我下来我看到一个露天淋浴间。然后有一个花美男在这样在淋浴，脚有踏起来，有他脚还要这样没有吧？然后我定睛一看，我说啊，世鹏哥你怎么会在这里？他说他带小孩来玩，同一天，你看多巧。真的缘分。他回来跟我讲，我说小梁哥就是上下一直陪他儿子，就他儿子把儿子送上去，儿子滑下来再下来接，这样。他说为什么不多租一个泳圈一起滑下去呢？他是为了省一个泳圈钱吧？我是原来哦，省一个泳圈钱比较合他是人滑的吗？它门票很便宜，所以你进去里面，像有的那个滑水道是必须要做那种泳圈的，你就必须要用租的。哦，他有些滑水道一个60块，然后我儿子就说。那个小杨叔叔为什么一直爬来爬去，他不滑啊？我说，他可能没有泳圈嘛。啊，他为了省那个泳圈，一个60块。连小孩都知道，我儿子都这样讲。所以你是说梁鹤群？破案了吧？连一个国小的小孩都知道我的个性。紧张。不是这个原因。接下来是李欣。肤白貌美大长腿的李欣来啦，交叉比对啦。赶紧，所以他们说对方，我们都没有死无对证。对啊，我忍了好久，等到地老天荒，等他。在哪儿？对，我们不是说上个周我们去泰国吗？出发前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你熟悉一下那个叫车的系统，因为现在出门前很多朋友都跟我们讲说，千万不要在路边拦车，现在很危险，拦不到，一不小心你们就被带去缅甸了。真的，对，很多人这么说的，一定要用叫车软体叫。那我们8月份刚去，他有下载那个软体，但是我怕这个人老了，就过段时间他就忘了，就叮嘱他，我说你再熟悉一下，我们去那边要用这个软体叫车哦，你再确定一下你会不会叫这样子。他说没问题啊，8月份都是我叫的，没什么问题 ，OK 的啦。然后你知道吗？给你画饼，你就放心吧，交给我。我跟你讲，我老公最会画饼了，然后饼的半径比我命都长。你的半径比他命还长，他每次给我画饼画的都很美好。实际上一到曼谷，我们到那边已经快凌晨了，在机场我说那赶快叫车吧，赶快去饭店，因为好累了，坐了好久的飞机，想赶快去休息一下。好，这边等哦，大半夜在机场等了快半个小时，我老公叫来一辆摩托车。你们一家3口？一家3口还有一堆行李，他叫了一个摩托车来，因为他有分，他
还有分各种车种，什么商务车啊、休旅车啊、房车啊、摩托车，他就点错啊，点一个摩托车来，怎么办？坐飞机坐得太久，真的眼花手误。那你们3个叫3台摩的吧？没有，因为他行李嘞，怎么办？行李。然后扛在脑顶上吗？我一人一台，总有一台会到缅甸的吧？我跟你说，我大半夜的，我的那火蹭蹭蹭的都到这儿来了，你知道吗？我想说，怎么还有如此荒谬的事情发生？每天走到哪里让我老公叫车，就是一场磨难。你知道吗？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去研究那个呢？因为我还要重新下那个东西，他的 APP 已经在他手机上了。对，而且我想说，万事起头难嘛。因为我们女人对男人总是抱有了一丝期许，觉得他下次会更好。呸，永远都不会好。我跟你讲，你总是觉得太侮辱人了，真的。是说哪方面？我跟你讲，每天都是没有一次顺利叫到的，到满大街找他叫的车子。然后我有一天晚上我就崩溃了，就在唐人街，你知道吗？他有点路痴，他带我走暗巷，然后你知道有的那种小巷子里晚上，然后连个灯都没有，没那么夸张，好不好？不要讲那么一天走了12000、3000步了，然后已经累到快崩溃了，还是等不到我的车，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坐在那个马路牙子上路边哭。给我等哭了，小孩也跟着一起吗？没有，他跟小孩就站在路上，我就坐在那边哭，掉眼泪。我想说，为什么我的人生会如此苦难？后来我就把命豁出去了。我觉得去缅甸都比跟他强。后面几天完全不用他叫车，就路边计程车随便拉一辆我就上，然后那个嘟嘟车也是，只要看到车我就上。你太极端了，不鲁莽。你看我后面几天就挺顺了，而且人家其实我觉得。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我荒唐坐后面那么几天出租车，没有一个出租车给我乱喊价，也没有拉我去别的地方。哇，这种漂亮的女孩，那是因为有我在，好不好？你有什么功能？我怎么没功能？他就随便拉一辆车就上去，那我一定跟着上嘛。我想说这辆车怕把我们全家拉到缅甸，我就开始开那个 Google Map， 我就开始定位，看他没有走偏，我就跟他走错了哦，走错了哦。然后他就说。不会啊，人家再去缅甸也比跟你在一起好。气了，真的气到了。我觉得他真的是真的太意气用事。我跟你讲，不是我的问题，或许有一点啊，但是或许有一点。心虚了吧？心虚了吧？这个肉掉了。我要讲一点哦，他说，这个点定到对面，然后我拉过去，是因为旁边那个。他们有一个上车点，就是有工作人员。我跟他说，这个点我不是定这里吗？为什么要显示对面？他说，那可能在对面，你赶快过去。我就拉行李跟他就跑过去。去到那边呢，你知道吗？有时候卫星定位可能不准，你一条马路可能左右边它显示都在同一个地方。你懂吗？因为靠太近，然后一过去，他的线又偏过来了，就偏到我刚刚原来等的地方。我说，不对哦。然后我就拍照给那个司机看，他说我是在这边哦，原本你定的那个位置在这边，又跑回去，那就没错嘛。对嘛？那我是说，那不能怪我啊，那可能就是他卫星定位就是有点偏。而且没有，你就犯了错误吧？那你售后服务好就算了，就我们在等得很痛苦的时候、很累的时候，你过来安抚一下我就好了。没有，他在拍照片，我跟我儿子这么落魄，坐在马路边这样子。没有，他是要拍给司机看，说这是哪里？对，没错。老婆讲不听受伤，竟还扯到天上神明。他买了电动滑板车，我就跟他讲，骑脚踏车接你儿子回来呢。然后我儿子就过来说，我们刚跟妈妈摔车了，妈妈骑电动滑板车去接我，受伤了，有受伤。他跟我说他犯太岁，太看花了你这个。我说我妈过年的时候就已经帮你跟我儿子去安太岁，还点了光明灯。他说你妈在台北，我们在林口，那么远根本照不到我。他是要拍给司机看，说这是哪里？对，没错。你们昨天可以躲了，没有，我老婆也在拍啊。对，那个师傅，你还要等多久？我的老婆孩子都变这样了。对，来，陈师傅，该你。换边，来，有没有耳边风？好，来，摔伤儿子。男人就会拿小孩说事情，真的是。一起骂了，都没什么好讲的。可是他们真的搞掉了啊！对啊，他们真的常常就不顾虑到在哪儿子摔伤儿子？
就在下课回家的路上。陈哥，我跟你讲，你也认识我老婆很多年，对不对？你也知道她的个性，她的人生目的就是生命在于静止。她这个人就是懒。我懒会坐在这边跟你这边吵哦，我就在家好好睡觉了。你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吵架是你的强项，这是你最轻松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几个人吵架就有钱赚，只有你，好不好？你不是站在我这边的吗？好，我跟你讲，所以呢，他只要能坐他就不会站，能躺他就不会坐。然后我就怕他这样长久就瘫了，对不对？然后所以我前一阵子我就买那个脚踏车，想说他平常可以跟我骑脚踏车出去运动。哎，好。就他出去骑了1、2次，就是去我们家附近那便利店，骑着脚踏车去买东西，回来哦好累了，骑着脚踏车出去买东西也这么累。然后他丢在那里不骑了，哎呦，然后隔没多久，他就看到路上很多人骑着电动滑板车，他说：“哎，老公那个好，那个连踩都不用踩。”站在上面就自己会跑了，就把我拉去，就买了一辆回来。然后我懂了。那时候去买之前，我说不要买，因为我觉得电动滑板车有点危险。那有一天呢，我要去拍戏，然后因为平常小朋友上下学都是我去接送的嘛，那我说我今天可能没办法接我儿子，那就你去接。他说 OK 没问题。我突然想到他买了电动滑板车，我就跟他讲，你骑脚踏车哦。脚踏车那个轮胎气，因为太久没骑，我都帮你打好，你就骑脚踏车接你儿子。我就说一定要骑脚踏车。哎呀，你放心啦，你赶快去，我会。然后我就走了。然后工作完晚上回来呢，然后我儿子就过来说：“爸，你差一点要断了香火了。”我说干嘛？我说干嘛？儿子讲话也这么浮夸。对，他说我们刚跟妈妈摔车了。可是我儿子说我要摔死了。我说骑脚踏车摔车，他说不是，妈妈骑电动滑板车去接我，受伤了，有受伤，我儿子膝盖磨破了。没有，我膝盖摔破的是我儿子毫发无伤，就是有点疼。哎呦，你看吧，我就跟他说，出门就交代你千万不要你就骑脚踏车，因为他这个人平常运动神经也不是很好，我就怕他受伤跌倒嘛。他跟我说，那跟我技术好不好没关系，是因为他属龙。因为去年是龙年，他说因为犯太岁，本命年阴。对，他跟我说他犯太岁，这个太看脱了，你这个。真的怎么会呢？我老婆属龙，她也没跌啊。你没有电动滑板车，你买来那看跌不跌？属什么的都会摔，你再也没有，真的有可能。你怎么摔的？记不记得？我记得就前面有个。因为我带小孩，我的车速非常慢，那前面有个小坑，如果你快点，我就过去。但是我因为我太小心了，我就骑得很慢，这不就那个冲力不够，就这样翻过去了吗？哎，现在有电动脚踏车啊。他没给我买。我有一次跟阿基师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是刚好在一个聚会，然后桌上那个同桌有阿基师，他就鼻青脸肿，然后我就说阿基师你还好吗？他就说没有，就是骑脚踏车的时候摔倒。骑脚踏车也会摔，其实也很危险。阿良不都没有关系？那我不知道。重点不是说骑电动车还是骑脚踏，那天我无论骑什么都会摔。他还跟我说，我就跟他说，你不要拿太岁来说。我说我妈过年的时候就已经帮你跟我儿子就安太岁，还点了光明灯。他说你妈在台北，我们在林口，那么远根本照不到我，保护不了我。隔一天一大早拉我去那个我们林口那个竹林寺重新点了2盏，还说这个比较近，才会照得到。台北照不到林口，对，这个他说我们在林口骑，所以太远照不到，就在林口。其实根本不是安太岁问题，是你没有安太座。随便一个孙悟空一翻10万8千里，你就是神明照顾不到你在林口的你。我不是再多点一个心就更安一点嘛？真的是就是犯太岁才会摔一跤。主要是跟你说危险不要去做，他就还是而且从摔了那一次之后，我就再也没骑过电动滑板车哦。我吃一堑长一智喽，不推荐。哦，大家看起来真的很方便，就是。对吧？我们的基本上也不会说是报忧不报喜啊，对不对？平衡报道，感情这条路还是要走下去。对。我们现在有一段比较感人的设计，第2个环节。So surprise！ 哦 ，surprise！ 哎，看起来好像没在听，但他真的都有记得哦。哦，但都有记得，不能放微波炉。但不能放微波炉。但都有记得，但都有记得。因为我老公是一个就是有点木讷的人，我每一次打电话跟他讲，比如说工作上如果开心不开心的事情，我跟他讲哦，他最后都只会说这样，我就说
奇怪，我跟你讲话干嘛呢？就是我就跟一个木头讲话就好啦，或是我就跟狗狗讲话，狗狗还会对我摇尾巴，它就只会说。你是认为你那个老公半天打不出个屁来？对他就是都没有什么反应的人，对，他就只说我就说为什么你没有反应？他就说我不知道回什么啊，你不是在跟我讲话，我在听啦，这样我要回什么？所以我就一直觉得他就是一个其实没在听的人，所以我很常考他，就是比如说他在打电动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一段话之后，我就故意跟他说我不爱你了。然后他就会说哦，我就知道他没在听。然后我就说我不爱你嘞，他就说，所以他后来都学会了。我就比如说我就今天吹头发吹吹风机一关掉，我就不经意的说我不爱你了，他就会演一段说啊你不爱我了，他就会觉得要这样子代表他有在听这样，所以其实是你们的情趣吧？不是，我就会觉得他根本没有在听我说话，他平常就是在应付我而已。头发吹干的时候放吹风机，哎，我不爱你了。对，要很不经意的讲话，对，然后就那个随机测试他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另一半低调惊喜，佩佩全家都感动。小鱼来了，我们要不要出去走一走？然后我爸妈每一次都是嘴硬哦，都说不要啦，我好懒哦。小鱼呢，他就直接跟我说，我饭店订好了，来，我们直接开往中部去了。本来只是出去走走，我们就这样子到了台中3天2夜，就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觉得哇，好感人哦。随机测试他有没有在听我说话，然后结果所以就是常常这样子。有一次我就跟他说，有一年过年第一年结婚，第一年过年结婚的时候，因为我跟依依是同时结婚嘛，所以等于说家里那一年过年突然少了2个女儿在家里，你知道爸妈的心情会很失落。然后我妈就跟我哥讲，但没有跟我们讲说就是大年初一的时候，我妈说她其实有偷偷掉眼泪，就觉得说怎么家里变这么空，这样。然后我就听了就觉得好难过，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讲，那我老公一如往常的就这样，然后就开车，我就觉得他应该没有听进去。然后但是呢，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在汐止嘛，很潮湿，然后我老公他每次，因为我们整个过年都在娘家，他就是觉得我跟我爸妈很少时间相处，所以他就全部都陪我跟我女儿在娘家。然后呢，他因为鼻子过敏，他就会就是这样每天到了半夜陪我们玩完之后，他就自己开车回桃园，然后到了早上再从桃园开车来陪我们玩，陪我们过年。就这样，我就觉得还蛮感人的，还不错。然后等到年假要结束的时候，我就说年假要结束了，我带我女儿直接回桃园就好，你不用再来接我们了，太累了。然后他就说没关系啦，可能可以带你爸妈出去走走这样。我就说我爸妈不可能会出去的啦。然后就说没关系啦，反正我就顺便接你们。他就开车就到我家了。我就跟我爸妈说，爸妈，小鱼来了，我们要不要出去走一走？然后我爸妈每一次都是嘴硬哦，都说不要啦我好懒哦，我不要出去，人好多哦。他们其实就是怕麻烦我们。然后所以小鱼就故意说没关系啦，看你们过年那个已经收完假了，你们要去干嘛？我带你们去在附近走走就好了。我妈就说好，那我们去药局拿个药。然后就这样子就带着我们全家人就开车就到我们家附近药局拿完药之后，小鱼就说奇怪，怎么下雨了？我觉得可能北部比较会下雨哦。我们来看看中南部天气如何。他就看那个天气的那个预报，就说哇，中南部天气不错，来，我们直接开往中部去了。本来只是出去走走，就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对，然后我就想说，这样子我爸妈好像居然没有说话，平常他们都会直接反驳，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在车上了，没办法，他们这是一种软禁的概念啦。对，就是他们已经在车上，没办法，就直接开，然后他们也觉得小鱼应该只是讲，怎么可能有人说走就走就到台中，所以他们也没有反驳。既然他们没有反驳，我们就真的就给他开到台中去了。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到了台中3天2夜喽，就是玩了3天2夜。换洗的衣物呢？换洗衣物，我跟你说，小鱼呢，他就直接跟我说，我饭店订好了。然后你换洗衣物旁边就有 H&M， 因为 H&M 的衣服很便宜，就是你可以拿来买，对，直接买。然后就是过年换新衣嘛，你就买的。可是爸爸妈妈总有他们习惯的内衣裤啊，就买那个那个免洗裤啊，便利商店都有卖。我就真的是去便利商店买。然后好热血哦。对，然后后来我老公甚至连我女儿每天睡觉带的那个娃娃都带着了。我就跟他说，你怎么会带我女儿睡觉的娃娃也带着？就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早就密谋好了。有预谋的。对，所以我就想弄得很不经意的一个。对，我就想说，他平常感觉都没在听的那一种人，就他居然就这样子把我爸妈骗去，而且他骗很有用因为已经在车上了。然后有一个影片就是我们一家人都睡翻，然后我老公一个人在开车，我就觉得好感人哦。这影片可以看。
还喝提神饮料。其实我也才刚睡醒，后面是依依还有我妈，我爸好可爱。这睡翻了，对，长途旅行睡翻了，然后就我其实也才刚睡醒。然后他就一个人，然后开着，然后你们要故地重游，对，故地重游。然后他因为我爸妈很喜欢落雨松，他就同一个点是吧？对，这2年都是他带我爸妈去的。你妈妈这些年头发怎么白这么多？以前有染，其实早该白了。对，他已经70几岁，早该白，他就也有染。然后他就带我们去那个同一个地方，就觉得哇，好感人哦。他记得我爸妈喜欢什么，放在心上哎。对啊，可恶，放这音乐好烦，想哭了。哎，喜字嫁对人呢。整段节目最有意义的一张照片，总比2个母子。这个节目突然间有温度。对啊，你嫁对人了啦。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平常都会笑他，我就觉得你就是木头，你都没有在听我们讲话。但是他其实是有听进去的，我就觉得，哎，他木讷寡言，但是他是用行动来展现，我就觉得，哎，他有在酝酿。对，虽然有耳朵有点硬，对啊，就觉得很感人。对啊，把厨房炸掉不会怎样。对，然后给你炸，对，顶多再买一个炸几个嘛。对啊，掌声鼓励一下。真的，真的一下。你能想到任何感动的事情吗？其实有啦，就是有一阵子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上大号的时候会变血。对。然后呢，我就会想说，哎，我那个礼拜我是有吃麻辣锅，不，没有到这个地步。先少一次，好烦啊！这风格换太快了。他这个音乐来得太快太强了。医生怎么说？画面，这个好痛。然后，因为我跟我老婆睡在同一张床嘛，我就跟她讲说，哎，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这几天都有血丝这样？然后她就听完了，她就说啊，怎么会这样？然后她就翻过去了，然后过一会还打呼了。我想说，我掏心掏肺跟她讲我这2天发生的事情，她怎么睡着了？你都睡不着，你都拉血了。然后呢，就是就过2天呢，他就跟我讲说，你不是很喜欢免费吗？我说对啊，我很喜欢免费啊，连世鹏哥的儿子都知道呢。然后他就说，他去做例行健康检查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大医院的1楼不是有那个志工那个服务台，然后上面有挂的一个牌子说，50岁以上的男性，1年可以有1次可以检查那个粪便的那个东西，那我就去了。然后呢，那个服务台他就交给我了一个回邮信封，还有一个类似火柴盒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有去做过那个检验的话，它里面有一个小勺子，然后他就说你就稍微捞一角，然后放到那个类似火柴盒的那个里面简体，对，回邮寄回去给他，他就会告诉你说，检验出来怎么样这样子。然后呢，那个过2个礼拜回邮那个寄来了。然后他打勾的是说，意思是说大便潜血。之前大家有讲说那个类似像大肠癌这样的东西啊，是在我们台湾算是这个排名算蛮前面的，蛮前面的前3。那然后呢，那我看了，我当然就很紧张，全家人也都很紧张。再过1个礼拜，他就跟我讲说，他已经帮我去挂号了，就是要做这个大肠镜的一个检查。那然后就去嘛，然后他就是说你要侧躺，然后要这样弓着的这样状态，对，因为大肠镜它是从后面来嘛，那你这样子方便那个护士小姐他们工作。你不习惯的话，也可以从上面来，没关系啊。你讲对了。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很害怕，因为我换了病人服，那个病人服等于它不是衣服跟裤子，它就是一个长袍，那它的下半身其实是空的，是空的。然后我在那边的时候我就已经很紧张，然后就是这样空穴来风。但是我没有想到说迟那时快，有一个护士小姐，她拿了一个类似张口器的东西，然后往我的嘴巴来。李星放闪秀恩爱，梁鹤群却大泼冷水。
但我突然觉得我 iPad 不太好用了，怎么点这里出来那里？吃完饭之后，我老公就说我去楼下运动一下，因为他去健身房跑个步。哎，没过多久，哎，我说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我老公拎了一袋，那这个给你，一台新的 iPad， 那个幸福感一下子就爆棚了。会不会是尾牙抽到的？没有到尾牙，你怎么这种心态去揣测？类似张口气的东西，然后往我的嘴巴来。我说，小姐，不好意思，因为我今天做的是大肠镜嘛，应该是从后面来。那您这个东西好像是从嘴巴这边来。他说没有错啊，你是勾大肠镜还有胃镜啊。哦，一起。就是一起。我说我没有，他说你有。我想说是不是又是我老婆搞的鬼？一定是他，不然对，一般你要做麻醉就会两边一起来啊，对，都麻醉。那一天我就是上下一起来这样。可是你是醒着吗？没有，当然有打那个有进去有打麻药。他还说，你要不要那个我放一首歌给你听好不好？然后我说啊，放一首歌。他说你想听什么歌？我说李翊君的《沙漠寂寞》好了。我说这歌会不会太久？他说不会，我们找得到。这样才前奏。李翊君还没开始唱，我就已经不省人事了。的时候你就睡着，对，就不省人事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就在恢复室了嘛。然后那天也是我太太陪我去看的报告。然后呢，去的时候那个医生他还放那个影片给你看，他有照片也有影片，就说他说你这个过程中都有，肠壁怎么样，有没有干净，有没有什么？然后说你这个大肠还粉粉的，还蛮好的。然后他说其实大肠没有怎么样，是胃里面有2个息肉，我当天就帮你夹掉了什么的。那我说为什么会潜血呢？他说你有痔疮，我说我没有。怎么可能？我没有，因为我不痛也不痒，我没有。10男9痔啊！他说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可能好会见缝插针，可能它不是外露的，它可能是内痔，对内痔，所以它不会痛也不会痒。那然后那个可能会有渗血的这个问题。那他就开，所以整件事情纯粹就是内痔。对内痔，然后他就开了药让我回家吃，就这样。讲到这整件事情，蛮感动的了，蛮感动的了。对了，其实太太有在关心啊。比起来是有一段落差。对，刚比起来就是说应该让他先说。对。但是他先带出这个感动的环节也蛮好。哦，好。对，总有广告时间吧，对不对？有广告。所以我就是广告时间。因为我老公是一个不是很浪漫的人哦，对，然后你平时在说什么，他还是有点选择性的重听，比如说你说那个你爱我吗？什么你爱我吗？他一般都听不到，除非我说我钱都花光了，他就听到了。没有，好不好？你别听他瞎说，真的。不要做效果。真的，当然就是这样。他说他对你爱不爱他好像不是很尽量贴近事实，别瞎掰做效果。这是啊，我老公就选择性的重听，比如，但是曾经有一天发生一件事情，让我特别意外，特别的感动，我都哭了，又哭了，感动哭了。你很容易哭啊，你等不到车你也坐在路边哭。我很容易委屈的哭，但感动的哭，我那个要求点还是挺高的。因为然后那一年我就要心血来潮，因为我儿子那时候小。我就心血来潮就想说记录我儿子成长的过程，我就给他拍了很多影片。那拍完之后想把它剪辑一下，然后放到一个那个 U 盘里面，以后等他长大之后或者结婚的时候，好有一些素材可以放嘛，对不对？应该的。然后也侧面体现出我的妈妈很尽职、很用心。应该的。这才是目的吧？当然，要来个客人说，你看，他说大家说哇，姐妈妈好用心哦。对呀，这也是一个效果嘛。然后我就学习在剪片子，然后但是我老公的电脑，天哪！比他还历史悠久呢，就特别老的一代电脑，你知道。然后你剪的时候，他就跑得很慢，然后要上传什么东西也都很慢，忍不住都会发个牢骚，说哇好慢，怎么这么慢这样子的。然后第2天、第3天哦，我就剪了2晚上。第3天之后，有一天我回家，我老公就抱了个纸箱给我，那这个给你。我说这什么？谁有什么包裹给我吗？就是个特别普通的纸箱。我打开之后，哇！一台新的苹果电脑，最新的，
我想说，我老公今天是被什么附身了？他一个吹风机用坏了，用10几年都不舍得丢，他居然电脑没坏就送我一台新的。那新的苹果电脑很贵哎，比一台电冰箱都贵。然后会不会是尾牙抽到的？没有到尾牙，夏天的时候。你怎么这种心态去揣测？我当下就好像被那种幸福的那个暴风圈笼罩了一下，而且那个画面，对，那个龙卷风就唰带你上天堂了，那个幸福感一下子就爆棚了。我当时眼泪唰的一下就掉出来了。老公，你怎么会买这个？人家好感动啊，谢谢你，怎么会有这个？你没必要，因为我只是一时兴起，因为我这个人，那有常常用吗？我这个人所有的爱好都非常短暂。但是他就为了我这个短暂的一个需求，就花了巨资。对我来讲，跟我老公来讲，这是巨资啊，买一台展现电脑给我。而且你知道吗？就在昨天，我就晚上吃晚饭的时候，突然觉得因为我边吃晚饭边看 iPad， 但我突然觉得我 iPad 不太好用了，怎么点这里出来那里？然后吃完饭之后，我老公就说我去楼下运动一下，因为他去健身房跑个步，他原来喜欢吃完饭去运动一下。哎，没过多久，哎，我说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我老公拎了一袋，那这个给你。一台新的 iPad， 哇！他只是去跑个步就去买，直接就去家对面百货公司买了台新的 iPad 给我了，好厉害哦！我跟你讲哦，那男人有这个速度超 man 的。李欣霸气送大礼，沈世鹏幸福到升天。为什么最近大家流行？那时候开始买那个杂志来研究，然后他说你不是在研究吗？那我们就看看实体嘛，看照片有什么用？我老婆说这个怎么样？她说摸起来质感不错，下个礼拜来领。买了。那时候我也是觉得很幸福的，抱朋友圈我也上去了。去家对面百货公司买了台新的 iPad 给我了，好厉害哦！我跟你讲哦，那男人有这个速度超 man 的。我当时又被你知道幸福龙卷风带我上天堂了，我就觉得哇，我被巨大的幸福打中了。这速度与激情，这为什么让你上天堂的都是些物质的东西呢？我这个人就太抽象了，真的没有，因为那个幸福的点是你一有需求，他马上替你解决了，他看到了。而且你只是就是随口的这样就 murmur 了1-2声而已，而且我真的也没有想要换，他就给了我新的了，而且啊，他跟小梁哥一样，他是一个对自己非常节省的人啊，对他现在愿意在我身上就是花巨资。你要不要下次你就开始自言自语了？哎呦，沈世鹏太旧了，沈世鹏太旧了，然后我就把自己换掉，是吧？对，反正你妹他都听得到嘛。要是有一趟游艇该多好啊！要是有个游艇该多好。不是，他那时候 murmur 说，老公，你的电脑怎么跟你一样老都跑不动，跟我一样老都跑不动。哇，这个我就受不了，这没几个人知道的，这什么哇？对呀，我就为了封他的口，赶快去买个电脑。你就是嘴上不放过。好贴心的老公啊！我算是他喜欢最久的一样东西。真的。还没把我换掉。我都不知道他给我喝了什么符水，我到现在看到他还是觉得挺喜欢的。哎呦，这是我此生喜欢最久的一样。哎呦，又来放闪哇！沈世鹏。有没有感到幸福的龙卷风笼罩的？刷就上天堂了！快，你们来到天堂见面吧！就前一阵子啊，那个时候就很流行的电动车嘛。前2年。对不对？前2年的电动车，那时候我就为什么最近大家流行电动车呢？路上都换了很多。你是说开的还是载的？特斯拉那种吗？对啊，我是开车开的那种车。然后我就那时候开始买那个杂志来研究，上网看啊，为什么电动车它现在的优点在哪里？跟油车相比哪一样比较好？我那2个月开始研究，然后有时候我一研究，我说，老婆，你看电动车充个电可以从台北跑到高雄，而且充电钱只要100多块，好省啊！我们油车大概要花1000多。然后老婆说，在那边吃东西边看电视，是哦，那不错啊。然后其实我每次看到一个新的点，我就跟他说跟他分享，哇，这个电车这个姿势现在越做越好，怎么样，而且做得这么漂亮，风阻又低。他说，真的啊，那不错啊。然后有一天，他这个收工，拍完戏收工，我就开车去接他。接完我说，我们回家吧。
他说，哎，现在那么早，回去也没事干，我们就附近逛逛吧。我说去哪逛？他说，哎，那个附近不是有一个特斯拉的那个专卖店？内湖那个，就内湖那三立个。旁边的。对，然后他说你不是在研究吗？我们就看看实体嘛，看照片有什么用？那时候其实想说不用，但是也蛮开心的。我说好吧，那去看一下吧，因为每天看杂志也是很无聊。进去啊，我就坐在那个车子里面说，哇，这个车很棒哎。我老婆说这个怎么样？她说摸起来质感不错，很好。然后还我在那边坐一坐，然后副驾坐，后座坐一坐，摸一摸的时候，我老婆就伸头进来说，好，可以走了。啊，我想这么快哦，坐没多久就要走了。她说你下个礼拜来领车。买了。我老婆就刷卡了。你买车子跟买橘子一样。女人就是霸气，好吗？姐就是这么速度。那时候我也是觉得幸福的抱抱圈，我也上去了。我这个抱抱圈可半径很大哦，200多万，他叫我在那边看不到几分钟，我再摸一摸，他就伸头进来说，好走了，下个礼拜来领车。你怎么会那么快的决定呢？你不想再你怎么确定那一款就是他要的？因为他看了很久啊，哎呦，他的眼睛都在放光，你还看不出来，老夫老妻10几年了，这点我欲望我还是能满足的。哇，那时候我觉得他是我的 hero， 你知道吗？哇，200多万这样，眼睛不眨就刷下去。 200多万还好啦。我想说他怎么刷的那么干脆呢？我就看看我手机的讯息，是不是刷我的卡？没有啦。是吧？啊，结果没有，我手机的讯息没有，是刷他的卡。我有认真拍戏，好不好？哦，买单。他付的，全部都他付的。哇，一辈子感谢他了。哟，很会做效果吧？你可以啊。我不光在节目中会做效果，生活里面也很会。会。来，这个车的照片有没有？啊，有。啊，来。骑车哦，开心呢。还跟他儿子去取车，我没有去。放大点看看。你为什么不去呢？这纪念一下。花了200多万，我赶快去挣钱。我哪有空啊？你要一起去，是你买的啊。还好啦，我对车子没有太大兴趣。开起来怎么样？爽不爽？你看男生买车很爽的那个笑容，加速贴背感真的是。我们今天其实这边一起来分享这些事，我相信你们会找到一个让夫妻的感情，我们都希望他那个温度不要降。你不要说多爱的多热烈，那别骗人了，对不对？但是让心能够在一块，我知道你心在我身上，这样婚姻才能够幸福，心上人，对不对？祝福我们现场所有有家有室的朋友 ，OK， 知道我们的爱就在前方不远处等着我们 ，OK， 多一点聆听，祝福大家，好不好？女王大人，下次再见 ，See you。谢谢李希。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